你相信运气吗？1929年的华尔街大崩盘，让无数人一夜之间倾家荡产。在这场金融灾难中，约瑟夫·肯尼迪却逆势而上，不仅保住了自己的财富，还大幅增加了资产。当记者问他是如何预见市场崩盘的，肯尼迪说了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。当我的擦鞋男孩开始给我股市建议时，我就知道是时候全部卖出了。这个故事流传至今，被称为擦鞋男孩指标。肯尼迪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直觉，避开了灾难，创造了自己的好运。但这真的只是运气吗？在人们的常识里，运气看不见摸不着，更不可控。但也许运气并非如此随机。美国心理学家理查德·怀斯曼教授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。他想知道为什么有些人总是幸运，而有些人却霉运连连。怀斯曼招募了400个认为自己运气特别好和特别差的人，让他们去指定地点买咖啡，并设置了2个关卡：一是在途中放置了一张20英镑的钞票，二是安排一位成功的商人坐在咖啡店里。结果令人惊讶，那些自认运气好的人几乎都注意到并捡起了钱，并且在等咖啡时与商人愉快地攀谈，甚至建立了有价值的人脉关系。而认为自己运气差的人，大多数都没有发现钱，即使看到了也会怀疑是陷阱而不去捡。同时他们也不愿意与陌生人交谈，错过了与商人建立联系的机会。怀斯曼的实验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：运气与自我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。觉得自己幸运的人往往比较外向，对外界敏感，愿意接触新事物，而越是认为自己运气差的人，越容易紧张焦虑，让眼前的机会白白溜走。这个实验很好地验证了心理学上的新引力法则，人的心念总是与和其一致的现实相互吸引，这就是真正的心想事成。所以运气其实是可以招来的，要想招来好运，就要改变自身的行为和意识。今天我给大家总结了10个幸运法则，让你从今天开始运气爆棚。1. 给自己调频，在自然中找回平衡。美国前总统西奥多·罗斯福在担任纽约州长期间，曾经历过一段极度压抑的时期。政治对手的攻击、媒体的质疑以及繁重的工作让他身心俱疲。在一次濒临崩溃的状态下，罗斯福决定暂时放下一切，前往阿迪朗达克山脉徒步旅行。在那里，他每天沐浴在阳光下，呼吸着清新的空气，聆听鸟鸣虫叫，观察野生动物的生活。短短2周后，罗斯福恢复了活力，思维变得清晰。回到工作岗位后，不仅解决了之前的困境，还赢得了更多支持者。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：大自然是最伟大的治愈师，他教会我放慢脚步，看清真正重要的事物。成年人的世界是由忙碌围成的，仔细想想，自己有多久没有好好休息放松了？精神长时间处于紧绷状态，很容易焦虑愁苦，好运自然也都溜走了。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发现，亲近大自然可以改变自身能量场，增加好运气。比如晒太阳，拥抱大树，踩踩土地，闻闻花香，听听虫鸣，到有山有水的地方转一转，静静地立于天地之间，在自然中舒展身心。这些方式可以有效改善消沉的情绪，让人感受愉悦和平静。
现代神经科学研究也证实，自然环境能够降低人体内的皮质醇、压力荷尔蒙水平，同时增加血清素和多巴胺的分泌。这些都是与幸福感和积极情绪相关的神经递质。当我们的大脑处于这种状态时，我们更容易注意到周围的机会，做出更明智的决策。日本的森林浴 Shinrin Yaku 理念已有数十年历史，它鼓励人们通过五感全方位地体验森林环境。研究表明，每月进行2次森林浴的人，不仅身体健康状况更好，在工作和人际关系中也更加顺利。适当给自己调频，放慢脚步，心境从容，好运气自然会眷顾。正如禅宗大师铃木俊龙所说，当心如止水，幸运便会如涟漪般扩散开来。2. 积极的心理暗示，改变思维，改变命运。1953年，海伦·库尔曼的生活跌入谷底，她的丈夫突然离世，留下她独自抚养3个年幼的孩子，家中积蓄所剩无几。在最黑暗的时刻，海伦没有屈服于绝望，而是每天对着镜子告诉自己，我很幸运，我能够克服一切困难，我的生活会越来越好。她开始在家中的小厨房制作饼干，并将它们送给邻居品尝。人们喜欢她的饼干，开始向她订购。海伦将这视为一个机会，不断改进配方，扩大生产规模。10年后，库尔曼饼干成为了美国家喻户晓的品牌，海伦也成为了百万富翁。当被问及成功秘诀时，他说，我从不允许自己有负面想法，我相信好运总会眷顾那些心怀希望的人。俗话说，相由心生，境由心造，积极正面的自我暗示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好事发生。《力量》一书中讲述了一位婚姻不幸的女人，她被丈夫家暴，生活困窘，多年的痛苦挣扎让她决定结束婚姻，独自抚养孩子。但她没有埋怨命运，而是满心期待未来的生活，勾勒理想丈夫的形象，还梦想着到欧洲旅行。后来，她真的申请了护照，并在欧洲遇到了理想丈夫，过上了幸福生活。这其中的心理学效应包括归因风格和自我效能感。乐观积极的人，往往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越多，会主动采取行动。强烈的自我效能感能够激发人的内在能量，一步步指引你抵达期待。哈佛大学的研究表明，我们的大脑无法区分真实发生的事件和生动想象的场景。当我们反复进行积极的自我暗示时，大脑会将这些信息视为现实，并相应地调整我们的行为和决策。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成功人士都有进行积极自我对话的习惯。著名投资者沃伦·巴菲特曾说，我从不担心市场会崩盘，因为我知道每一次危机都是机遇。这种积极的心态让他在市场低迷时敢于逆势投资，最终获得丰厚回报。心理学家马丁·塞利格曼的研究表明，乐观的解释风格将好事归因于自身能力和努力，将坏事视为暂时的、特定的挫折与更好的健康状况、更高的工作成就和更满意的人际关系密切相关。每天花几分钟进行积极的自我暗示，告诉自己，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，我能够应对任何挑战，好运正在向我走来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会发现这些想法逐渐成为现实。3. 立即行动，不拖延，行动创造机会。
1912年，一位名叫查尔斯·施瓦布的美国钢铁公司总裁，为了提高工作效率，向管理顾问艾维·里求助。里给了施瓦布一个简单的建议：每天晚上列出第二天最重要的6件事，按重要性排序。第二天从最重要的事情开始做，完成1件，再做下1件。施瓦布试用了3个月后，惊讶地发现公司效率大幅提升，于是付给里一张25,000美元的支票，相当于今天的40万美元。这个方法后来被称为艾维·里方法，成为了时间管理的经典技巧。施瓦布后来说，不是知识让我成功，而是立即行动的习惯创造了我的好运。最近疫情期间，同事找我诉苦，毕业5年，未婚失业，感觉生活陷入了不断下坠的漩涡。仔细询问才发现，虽然他想结婚，但是他每天还是躺在家里刷剧。有朋友给他介绍相亲对象，他也提不起兴趣去见，又拒绝社交活动，找工作也是高不成低不就，一直想转行学习法律，报了班又说学不进去。他抱怨自己时运不济，却羡慕同学都过上了理想的生活。坏运气往往伴随着焦虑，焦虑的源头便是懒惰。主持人房琪曾说，生活不是一个点，它是一条长长的线，唯有行动才可以摆脱焦虑。好运气只会留给主动行动的人，只有戒掉拖延，才能享受人生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拖延不仅会导致工作效率低下，还会增加压力和焦虑，形成恶性循环。当我们拖延时，大脑的杏仁核，负责处理恐惧和焦虑的区域会被激活，而前额叶皮质，负责计划和决策的区域的活动则会减弱。这时我们更容易继续拖延，陷入拖延、焦虑、更多拖延的循环。打破这个循环的方法是采用2分钟法则。如果一项任务可以在2分钟内完成，那就立即去做。这个简单的策略可以帮助我们建立立即行动的习惯，逐渐减少拖延行为。另一个有效的方法是西红柿工作法，将工作时间分割成25分钟的专注工作段，每段之间休息5分钟。这种方法利用了人类注意力的自然周期，使我们能够在短时间内高效工作，同时避免精神疲劳。成功企业家理查德·布兰森曾说，机会像公共汽车，总会有下一班，但如果你总是等待完美的那班车，你可能永远都不会启程。立即行动的人创造自己的机会，而不是等待机会的降临。4. 不强行介入他人因果，尊重边界的智慧。古希腊有一则关于德尔斐神庙的故事。一位名叫克莱奥布罗托斯的年轻人，在阅读了柏拉图关于灵魂不朽的著作后，决定通过自杀来验证这一理论。他的朋友普罗塔戈拉斯得知后，试图阻止他，但克莱奥布罗托斯坚持己见。普罗塔戈拉斯去德尔斐神庙求助，神谕告诉他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之路，强行干预只会带来双重的痛苦。普罗塔戈拉斯明白了这一点，不再试图改变朋友的决定，而是尊重他的选择，同时为自己的生活寻找意义。这个故事后来被苏格拉底引用，教导人们尊重他人的生命选择。自古姓林和道门都有一句老话，叫医不叩门，道不轻传。再高明的医生也不能主动上门治病。对于无心向道的人，也不用强行传教。尊重因果。
不强行干涉他人，自己也能避免承担恶果在心里。心理学上称之为课题分离，建立明确的边界意识，不干涉他人选择，不背负他人命运，否则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，潜移默化中因果纠缠，会损伤自己的好运气。正如俗话说，少管闲事养精神，不该自己操心的事就放手，少说不惹麻烦，少管不招霉运。心理学家卡尔·罗杰斯提出的无条件积极关注理念强调，真正的帮助是接纳他人的全部，而不是试图改变他们。当我们尊重他人的选择和界限时，我们也在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能量场。在现代社会，我们常常被鼓励去帮助他人，但有时这种帮助可能是一种干涉。真正的智慧在于知道何时伸出援手，何时保持距离。正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所言，畏而不争，是谓玄德。建立健康的边界意识，不仅有助于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，还能保护我们的心理能量。每当我们过度卷入他人的问题时，我们就会消耗自己的精力和注意力，这些本可以用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和运气。学会说不是保护自己能量场的重要技能。当他人的请求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，或者会对你造成负担时，礼貌而坚定的拒绝是明智的选择。这不是自私，而是对自己负责，也是对他人的尊重。5. 接触高能量的人，能量场的相互影响。1975年，一位名叫史蒂夫·乔布斯的年轻人正在为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。他从里德学院辍学后，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。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，他结识了史蒂夫·沃兹尼亚克，一位对电子技术充满热情的工程师。沃兹尼亚克的创造力和积极态度深深感染了乔布斯。在与沃兹尼亚克的交往中，乔布斯的思维方式开始改变，他开始相信自己可以创造出改变世界的产品。正是这种能量的传递和相互影响，最终催生了苹果公司，改变了整个科技行业的面貌。每个人身上都有能量磁场，能量的高低会直接影响运气。能量级别高的人，磁场积极且强大，还会带动周围人的运势跟着向上靠近。这样的人会对你有一种加持作用，你会明显感觉到舒心滋养。作家史铁生刚坐上轮椅时，整日郁郁寡欢，变得暴躁孤僻，体育一直是他的梦想。然而家里人连跑跳类似的字都不敢提起。好友余华等人愣是把史铁生扛上了火车，带着他一起去旅行。中途休息的时候还一起踢起了足球，让史铁生当守门员。在《我与地坛》出版后，史铁生写道：21岁末尾，双腿彻底背叛了我，我没死，全靠着有意主动链接高能量的人，你会发现生活变得更加美好。社会心理学家尼古拉斯·克里斯塔基斯和詹姆斯·福勒的研究表明，情绪和行为模式在社交网络中会像病毒一样传播。如果你的朋友圈中有积极乐观的人，你也更有可能变得积极乐观，反之亦然。这种现象被称为情绪传染。高能量的人往往具有以下特质：他们对生活充满热情，勇于尝试新事物，善于从失败中学习，并且慷慨地分享自己的知识和资源。与这样的人在一起，你会不自觉地模仿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，从而提升自己的能量水平。美国成功学大师的吉姆·
罗恩曾说，你是与你相处最多的5个人的平均值。这句话深刻揭示了社交圈对个人发展的重要影响。如果你想提升自己的运气，就应该有意识地与那些积极向上、充满活力的人建立联系，主动参加行业聚会、兴趣小组或志愿活动，这些都是结识高能量人士的好机会。同时，也要勇于疏远那些总是抱怨、消极的人，因为他们会不知不觉地消耗你的能量，影响你的运气。6. 整理家居，环境影响心态。1984年，一位名叫玛丽·近藤的日本家庭主妇，生活在一个杂乱无章的家中。她的丈夫失业，家庭经济拮据，生活压力巨大。一天，她决定彻底整理家居环境，扔掉不需要的物品，重新安排家具布局。这个简单的决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化。整洁的环境让她的思维变得更加清晰，家人的情绪也更加稳定。2个月后，她的丈夫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，家庭财务状况开始好转。玛丽后来成为了一名整理顾问，帮助数千个家庭通过整理环境改变运气。她常说，当你整理你的空间时，你也在整理你的思想和能量。自古以来，中国传统就十分重视家居环境，促进人们的福运。所谓好风水，能给人带来好运气，这样的居所被称为吉祥之地。民间有一句俗语叫破烂多的家不聚财。在广东，过年时候就有洗邋遢的习俗，除尘除旧能够驱除霉运。一个人的居住环境会影响他的精气神，改善人体气场。定期整理家居，调整布局，转换风水，让家庭温暖、整洁、干净，好运才会源源不绝。环境心理学研究表明，我们的物理环境直接影响我们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。杂乱的环境会增加压力激素皮质醇的分泌，导致注意力分散和决策能力下降。相反，整洁有序的环境能够减轻心理负担，提高专注力和效率。普林斯顿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发现，视觉环境中的混乱会竞争大脑的注意力资源，降低工作记忆和问题解决能力。简单的说，当我们的环境杂乱时，我们的大脑需要处理更多的视觉信息，留给重要任务的认知资源就会减少。从风水学的角度看，家居环境中的能量流动气对居住者的运势有着重要影响。通畅的气流能带来好运，而阻塞的气流则会导致运势停滞。这就是为什么传统风水强调空间的开放性和物品的合理摆放。日本整理专家近藤麻里惠的断舍离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，就是因为人们发现，当他们整理物理空间时，他们的心灵也随之变得更加清晰和平静。他的方法强调只保留那些带来喜悦的物品。这种简单的标准帮助人们摆脱了物质的束缚，创造了更加和谐的生活环境。7. 减少负面口头禅，言语的力量。1954年，罗杰·班尼斯特成为了第一个跑进4分钟1英里的人，创造了当时被认为是不可能打破的世界纪录。在他之前，医学专家普遍认为人类的身体构造使得跑进4分钟1英里在生理上是不可能的。班尼斯特的成功不仅仅是身体训练的结果，更是心理突破的胜利。他每天都对自己重复，我能做到。4分钟不是极限，
在打破记录后的采访中，班尼斯特说，最大的障碍不是身体，而是心理。一旦我相信自己能做到，剩下的就只是训练和坚持了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在班尼斯特打破这个不可能的记录后的1年内，又有16人跑进了4分钟。被誉为史上最伟大篮球教练的约翰·伍登，曾带领阿克拉队伍在12年间获得10个 NCAA 冠军头衔，胜率在 80% 以上。当记者问他是如何做到的，伍登的回答令人难以置信。每天睡觉前，我都会告诉自己，今天的表现非常好，明天的表现会更好。看似简单的一句话，伍登却坚持了20年。心理学家墨菲曾经说过，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先知。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话，一旦成为口头禅，就会对人生产生莫大的影响。少说几句真倒霉，多说几句我能行，生活必将否极泰来，好运连连。语言心理学研究表明，我们使用的词汇和短语不仅反映了我们的思维方式，还会反过来塑造我们的思维和行为。当我们不断重复某些话语时，这些话语会成为我们潜意识的一部分，影响我们的决策和行动。负面口头禅如我总是这么倒霉，好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，我做什么都不会成功等，会形成自我实现的预言。当我们预期失败时，我们往往会无意识地采取导致失败的行动，或者错过成功的机会。相反，积极的口头禅如我能应对任何挑战，每个问题都有解决方案，今天会有好事发生等，会培养乐观的心态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这些积极的自我暗示会逐渐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，使我们更容易注意到机会和解决方案。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有一个习惯，每天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对自己说，今天会是最好的一天。他认为，这样的积极暗示能够激活一天的正能量，创造更多的好运。试着注意自己的日常用语，减少消极的表达，增加积极的表达。例如，将问题替换为挑战，将我不能替换为我将尝试，将失败替换为学习经验。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，长期坚持会带来巨大的转变。8. 与人为善，善良的能量回馈。2010年，美国纽约的一位出租车司机麦克·奥尔曼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接到了一位老人。老人看起来很疲惫，告诉麦克他要去一个养老院。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，麦克发现这是一家简陋的养老院。老人解释说，她的丈夫刚刚去世，她无法再独自维持家庭，必须搬到这里。麦克关掉计价器，帮助老人搬运行李，并陪他参观了养老院的环境。看到老人的孤独，他给了他自己的电话号码，告诉他随时可以联系他。在接下来的2年里，麦克经常免费接送这位老人，带他去购物或看医生。一天，麦克收到了一封信，告知他这位老人已经去世，并邀请他参加葬礼。在葬礼上，麦克惊讶地发现，这位普通老人实际上是一位富有的慈善家。他在遗嘱中留给麦克一笔可观的遗产，感谢他的善良和关怀。麦克用这笔钱创办了一家非营利组织，帮助孤独的老人。他常说，善良不是为了回报，但善良总会以某种方式回到你身边。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在《积善之方》中说，人为善，福虽未至，祸已远离；人为恶，
祸虽未至，福已远离。积德行善也是一种修行，同时也会招来好运气。前几天看到一个视频，一个妇人在吃饭时卡住了喉咙，旁边卖领带的穷人小孩见状，立即上前帮助急救，将妇人从死神手里夺回。妇人十分感动，不仅出高价买进小孩的领带，还出钱帮助他开了一个店。所以人们常说，善良能逢凶化吉，福则自身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做个善良之人，好运定会相随。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，助人行为不仅对被帮助者有益，对帮助者本身也有积极影响。当我们帮助他人时，大脑会释放多巴胺和内啡肽，这些神经递质能够增强幸福感和满足感。这种被称为助人者高潮 （Helpers High） 的现象，解释了为什么善良的人往往感觉更快乐、更健康。此外，善良行为还能建立和强化社会联系。根据社会资本理论，我们的社交网络是一种重要资源，能够在需要时提供支持和帮助。通过善待他人，我们扩大了自己的社交网络，增加了社会资本，这在未来可能转化为各种形式的好运和机会。心理学家马丁·塞利格曼的研究表明，有意义的生活是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当我们通过善行为他人的生活带来积极影响时，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有意义和目的。这种意义感能够增强我们的心理韧性，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和挫折。9. 养好体质，健康是最大的财富。1955年，温斯顿·丘吉尔在80岁高龄时被问及长寿和成功的秘诀。这位带领英国度过2战黑暗时期的首相回答说：我从不站着做能坐着做的事，从不坐着做能躺着做的事。我每天喝香槟，抽雪茄，但我从不错过每天的散步和午睡。身体是灵魂的寺庙，只有照顾好它，才能在人生的战场上屡战屡胜。丘吉尔的话虽然半开玩笑，但却道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：健康的身体是一切好运的基础。俗话说，气旺则财旺，一个人的身体状态越好，脸上就越有光彩，运气也会自来。换言之，当好运来临，要有本事抓住，否则人倒下了就什么都没了。良好的饮食习惯，规律的作息生活，都能让身体越来越有活力。加强体育锻炼可以改善瘦弱体质，提高免疫力，延缓衰老，还能让人更加自信乐观，开启积极向上的循环，从而获得更多机遇。有一句话说得很对，健康不是为了让人活得长寿，而是让人活得快乐。所以要改变自己的运气，先从养好自己的身体做起。现代医学研究表明，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，而心理健康又直接影响我们的决策能力和行为模式。当我们身体健康时，大脑功能更加活跃，思维更加清晰，更容易抓住机会，做出明智的决策。哈佛大学的研究发现，规律的体育锻炼不仅可以增强体质，还能提高大脑的执行功能，包括计划、组织和完成任务的能力。这些能力对于创造和把握好运至关重要。此外，良好的睡眠质量也是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睡眠不足会影响判断力和决策能力，增加焦虑和抑郁的风险。相反，
充足的睡眠可以增强记忆力和创造力，提高情绪稳定性，使我们更容易吸引和识别好运。营养均衡的饮食同样重要，富含 Omega-3 脂肪酸、抗氧化剂和维生素的食物有助于维持大脑健康，提高认知功能。相反，过多的加工食品和糖分会导致能量波动和情绪不稳定，影响我们的判断和行为。日本100岁老人比例全球最高的冲绳地区，居民有一个传统习惯叫腹8分目，即吃到8分饱就停止。这种适度的饮食习惯被认为是他们长寿和健康的重要因素。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需要时间和耐心，但这是改变运气的基础工作。正如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所说，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，只有当我们的身体处于最佳状态时，我们才能充分利用生活中的每一个机会。知足常乐，内心平静的力量。1955年，维克多·弗兰克尔出版了他的名著《活出生命的意义》。作为一名在纳粹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心理学家，弗兰克尔亲身经历了人类能够想象的最极端的苦难。在集中营中，他失去了妻子、父母和兄弟，每天都面临死亡的威胁。然而，弗兰克尔发现，即使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中，人们仍然可以找到生活的意义和内心的平静。他观察到，那些能够在集中营中保持尊严和希望的人，往往是那些能够在极小的事物中找到感激和满足的人。一缕阳光，一片面包，一个善意的眼神。弗兰克尔后来写道，当我们无法改变处境时，我们就被挑战去改变自己。这种在任何环境中都能找到满足和意义的能力，正是知足常乐的精髓。问题若有办法解决，就不必担心；若没办法解决，担心也没有用。这句话写在西藏阿荣仁波切的心灵随笔《次第花开》中，很受触动。我们之所以内耗，常常是期望过高，现实又太残酷，让自己进退两难。然而你会发现，事情不会因为我们焦虑、抱怨而有任何改善。因上努力，果上随缘，知足常乐才是最智慧的活法。了凡四训中说，命由我造，福由心生，内求福德，外求功名。真正能改变自己运气的是自己的心念和行为。如果我们想要财富，想要名望，想要幸福，那就修炼与之相配的心态、思想、品德和能力。积极心理学研究表明，感恩和知足是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哈佛大学的研究发现，每天记录3件感恩的事情，能够显著提高人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。这种简单的习惯能够改变我们的注意力焦点，从缺失和不足转向已有和充足。知足并不意味着放弃追求和进步，而是在追求的过程中保持内心的平静和满足。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所说，不是拥有的太少，而是欲望的太多，才使人不幸福。现代社会的消费主义文化不断刺激我们的欲望，让我们相信只有通过购买更多、拥有更多才能获得幸福。然而，研究表明，物质财富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在满足基本需求后变得非常微弱。真正的幸福来自于内心的满足和平静，而不是外在的拥有。当我们将这10个法则融入生活，我们会发现，运气并非完全随机和不可控，而是与我们的心态、
行为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。通过调整自己的内在状态和外在行动，我们可以创造更多的机会，吸引更多的好运。我是高维认知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，请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，让我们一起每天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。